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藤野智哉先生所著的《放弃反而更顺利》这本书。大家是否对放弃这个词有负面的印象呢？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放弃并不是失败，而是接纳真正的自己。放弃并不是逃避，而是学会舍弃，让自己更加自由。这本书深入探讨了放弃的力量，让我们理解其真正的意义。放弃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直面现状，合理规划自己有限的时间，积极地面对人生。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态调整。从小到大，我们被灌输不能放弃的观念，仿佛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。但今天的视频将带大家换个角度思考，其实放弃也是一种选择。当我们能够接受放弃也没关系这一想法时，世界将豁然开朗。放弃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选择。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和选择，但我们无法同时追求所有事物。学会取舍，才能真正聚焦于最适合自己的方向。您是否有过过度执着某件事，而忽略其他机会的经历？当您学会放弃，新的可能性将浮现。这就是放弃的力量。此外，放弃对于心理健康也大有裨益。当压力与烦恼堆积如山，如果试图一力承担，最终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。适当的放下，深呼吸，您的内心会变得更加从容。正是因为学会了放弃，我们才能懂得感恩。当我们能对曾经舍弃的事物说谢谢，人生便迎来了新的起点。那么大家是否开始觉得放弃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呢？今天我们将一起深入阅读本书，彻底理解放弃的智慧，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。第一，当您不再勉强自己做好人，人生将彻底改变。第二，学会放手无效的人际关系，人生一定会更美好。第三，放下过高的目标，成功反而会离您更近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当您不再勉强自己做好人，人生将彻底改变。本书作者藤野智哉先生，他在3岁、4岁和5岁时连续患上了川崎病。由于4岁时的病情影响，他的心脏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。川崎病的初期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，许多患者因误诊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作者起初也被诊断为感冒，但由于持续不适，最终接受了精密检查，确诊为川崎病。然而由于确诊较晚，他的心脏留下了2个13毫米的动脉瘤。这场疾病使他无法继续踢他最热爱的足球，但也让他在生命的道路上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义。本书正是基于作者的亲身经历，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智慧。学会放弃，才能真正前行。在小时候，作者无法进入游泳池，也不能进行长跑。最初他心中充满了类似愤怒的情绪，想着为什么是自己。然而在成为住院医师、进行急诊等工作时，他切实感受到了诊疗时不漏掉病情的困难，也渐渐意识到，或许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直到他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，才得出这个结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放下很多东西的心态。如果跑不动，就坐车；如果不会游泳，就用浮圈。这种积极的放弃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轻松。人只能用自己拥有的武器来战斗。作者说，小时候祖父曾这样告诫他：放弃做完美的自己，考试只要得60分就能及格，不必为了100分而痛苦。如果考试时为了追求100分而学习，感到很累，那不如设定65分的目标，瞄准勉强及格的分数。通过病痛，作者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。现代社会中的压力，实际上是为了在社会中自由生活而必须要有的放弃心态。放弃这个词给人往往有负面的印象，但其实在佛教中，放弃和明白是同一个词根。因此，放弃并不是一个本来就有负面印象的词，
那到底放弃意味着什么呢？作者说，放弃就是接受现实的本来面貌。小时候，我们都认为自己能做任何事，能成为任何人。但随着成长，我们逐渐认识到现实的存在，知道有些事自己做不到，知道某些事做不到是非常重要的。比如跑步慢的人在运动会上，再怎么让他跑得快也是不可能的。虽然通过训练或许能有所改善，但运动能力往往有很大的先天因素。如果天生就不具备快速奔跑的才能，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比别人跑得快。事实上，近年来，人们甚至认为努力本身也是由天赋决定的。为了提高跑步速度而努力，可能根本做不到。这不仅仅是跑步的问题，很多被认为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事，像是考试学习，也与天赋有很大的关系。其他方面，比如交朋友的才能、谈恋爱的才能、做饭的才能、把房间打扫得干净的才能等等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。没有这些才能的人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，也没什么可责怪的。做不到的事就是做不到，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。当我们谈到放弃时，可能觉得很残酷，但实际上，面对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承认这一点并思考如何应对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如果记忆力不好，可以选择当场做笔记，即便记忆力训练可能不会带来显著改进，但通过记笔记，我们就不必执着于记忆了，放弃记忆的负担，反而能让我们走到下一步。作者认为，放弃这个词实际上有舍弃无用的东西的意思。首先要认真思考自己生活的目的是什么，然后为了这个目标，舍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。放弃本身也可以是解脱。例如，如果您认为幸福的人生是有朝一日移居热带地区，那么为了移居，您自然需要积累资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就需要放弃加班、随便工作那样的选择。如果您的目标是拥有不受工作束缚的自由时间，那么您可能就需要放弃高工资，选择一个更适合的工作环境。因此，每个人都需要放弃的东西是不同的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同。了解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，就能自然地知道该放弃什么。首先深思自己的人生目的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思考哪些是应该放弃的东西。首先，要放弃的事情是被认为是一个好人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希望周围的人认为自己是个好人的欲望，请放弃这种希望别人认为你是好人的欲求。承认自己是一个冷酷的人可能很难，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有时候，为了迎合别人，自己会忍受越来越多的压抑，最终变得痛苦。人际关系总是压得我们很沉重，特别是那些希望所有人都喜欢自己，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是好的人。这种想法会让人陷入困境。然而，即使您付出了很多去迎合别人，别人不一定会喜欢您。那么什么才算是好人呢？是那个试图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人吗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所谓的好人实际上只是别人的评价，而别人的评价是您无法控制的。无论您多么为别人付出，都不能保证别人会觉得您是个好人。这样想来，为了得到好人评价而做的所有行为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。温柔的人往往会对讨厌的人也温柔，从而可能被利用，承担麻烦的工作。所以，追求别人认为您是好人的欲求是应该放弃的。好人通常有一些共同特征：常常假笑，不积极发言，不反驳别人的意见，拒绝邀请时总是答应，听别人说话。这些人往往是人缘好，容易讨好别人，但这样做只会消耗自己，无法表达自己的不满，既没有敌人，也没有真正的朋友，最后只会积累压力，心灵感到痛苦。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我自己也是容易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好人，做出一些讨好的行为。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。然而，这样的好人角色往往会让人过上顺从他人、压抑自己的生活。有时候，有人会对您说您是个好人，但那只是对方的主观评价，并不是绝对的。大多数人认为
好人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人，所以他们对您的态度也只是不会讨厌，但也不特别喜欢。想要取悦所有人，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回报不成正比，所以要更加自由，表达自己的想法，活得更加轻松。重要的是放弃做一个好人。如果被分配到不合适的工作，直接说我做不到。在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就向别人寻求帮助。想要拿到高处的东西时，孩子们自然会说抱抱我。以这种自然的态度去寻求帮助，反而更能让您显得可爱，也会增加别人喜欢您的可能性。当您活得舒适时，不必过于担心别人怎么看您，活得更加自由。爱自己比什么都更美丽。虽然自爱这个词通常带有负面含义，但我认为爱自己的人更能够深深地爱他人。另外，不喜欢的事情就要勇敢表达。如果工作不适合自己，不必勉强做。有些人知道自己在为别人做事时承受很大压力，但他们依然会要求您去做，那只是为了找一个好人来承担他们的要求。我们不必对任何人都展现亲切，也不必为了得到别人的好评而做出牺牲。得到别人喜欢当然是件美好的事，但如果我们总是以别人的评价为中心，最终会带来痛苦。放下他人的评价，活得以自己的评价为中心。只要您自己喜欢自己，不会在自我评价上动摇，别人怎么看您就不再重要了。放弃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想法，这是适用于每个人的。请保持这个意识，去实践它。对于那些想成为好人的人，我认为他们大多是对他人感受非常敏感、细腻的人。对于这类细腻的人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培养钝感力。钝感通常指的是感觉迟钝或不太机警，虽然这有一些负面的印象，但钝感力其实是应对这个复杂社会中生活所需的重要能力。例如，钝感的人不会过度解读他人的言行，如果试图去揣摩对方话语背后的含义，这样只会让您的内心得到更多的疲惫。钝感的人会直接接受别人给的赞美，也会直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。此外，在信息泛滥的时代，钝感也能带来优势。钝感的人即使看到了不好的评论，也能够一笑置之，或者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些评论。也就是说，关键是要学会筛选信息。如果一些信息对您来说并不重要，或者不必要地影响到您，那么你应该屏蔽掉这些信息。比如，可以决定每天只花1个小时浏览互联网或社交媒体，或者干脆断开与这些平台的连接。如果您发现曾经觉得有趣的社交媒体变成了压力源，那么干脆就放弃这些社交媒体。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后，你会发现你有了更多的时间。现代人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非常多，但一旦您放弃了这些，突然间你会拥有大量的时间。在通勤的火车上，在家里的客厅里，曾经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时间，都变成了属于您自己的宝贵时光。这些时间可以用来读自己喜欢的书，或者用来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，做一些对您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学会放手无效的人际关系，人生一定会更美好。大家是否曾经因为极端的观点而与别人争论呢？极端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非常便利，它常被用作一种轻松击败对方的技巧。这种极端的思维实际上正在折磨着您们。例如，有些人为了减肥开始运动，但如果没有每天坚持下去，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失败了，并因此陷入自我厌恶的情绪中。您是不是也有过这种完美主义的思维？这就是所谓的2元思维或黑白思维。它指的是容易将事情看成极端的两极，是或不是，对与错，敌人与朋友等。当您冷静思考时，或许就会意识到，偶尔一天没有运动并不意味着减肥失败。可是完美主义者或2元思维者会认为，自己只因为一天没有运动就不行了，减肥是失败的。从客观角度来看，这样的思维模式会让您不断折磨自己，而且2元思维的人可能会对他人的评价变得极端。
如果他们对某人有好感，只要发现对方有一点点不喜欢的地方，就会突然把对方视为敌人。这个人的某个小缺点让他们对对方产生了全盘否定的看法，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思维。但最可怕的是，这些人往往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在电视剧或漫画中的虚构人物，通常会被简单的分为好人和坏人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里，将人分为好人或坏人并不健康。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，很多时候，坏人身上也有值得欣赏的地方。这不仅仅是对人的评判，实际上，世间有许多事情是无法简单的划分为两个极端的。当我们心情焦虑时，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，但实际上，也有许多中间的选择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并学会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，能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。承认除了黑白外，还有灰色地带的能力，值得我们努力提升。只有学会容忍这种模糊性，我们才能逐渐摆脱完美主义。我们不必总是追求100%的完美，即便是达成了50%的目标，也应当为自己点赞，把剩下的50%放手。重要的是，不要陷入极端的思维中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也没有人是完全失败的。人类的状态更多的是在灰色地带。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，即便遇到失败，也能让自己轻松一些。对自己、对他人，甚至对所有事物，保持不完美主义的心态，将会大大减少我们内心的负担。接下来谈谈如何与孤独相处。您是否曾经在公司聚会中，和一群人一起活动到最后，觉得自己一个人时反而轻松一些呢？在人群中，往往很难保持自己的节奏，总是需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。冷静想想，这其实有些麻烦。但奇怪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却把与人群为伍当作是正确的选择，而害怕独自一人。也许有些人害怕被认为没有朋友，觉得孤独的人不好。那么，是否有必要去在意这些外界的评价呢？更进一步说，这种想法可能并非别人的观点，而是您自己心中某种价值观所塑造的幻觉。一个人独处，为什么就一定是羞耻的呢？为什么独自一人就一定是孤单的呢？谁规定了一个人单独待着就会感到孤独呢？换个角度思考，选择一个人独处而不是和别人群体活动，其实只是因为您更喜欢一个人待着。一个人独处让您感到更安宁，而在大群体中您却感到疲惫。所以选择独自一人根本没有什么不对的。不要害怕孤独，因为孤独并不等于寂寞。首先试着接受并拥有这种新的价值观，你会发现，孤独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放下过高的目标，成功反而会离您更近。大家在自己的人生中设定了哪些目标呢？是创办公司、旅行或者拥有财富，还是拥有幸福的婚姻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，也有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的人，也有想努力却始终做不到的人。无论是谁，都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目标。您是否曾觉得，自己那崇高的目标反而让自己感到痛苦？设定目标当然是很重要的，如果没有目标，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前进。但我们也要思考一下，这个目标设定是否合理。人类往往会不自觉地设定一些过于高远的目标，认为达成一个目标就必须设定一个非常高的标准。也许你也有这种想法吧。然而，设定过高的目标往往会带来挫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因目标过于遥不可及而感到失败。设定目标本身不应该成为目的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挑战中实现目标时获得的满足感。也就是说，要设定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。过高的目标反而会让您经历努力了却没得到回报的痛苦。如果目标始终无法达成，长时间的失败可能会让您对设定目标产生反感，甚至对挑战目标产生恐惧。因此，首先设定一些人人都能做到的小目标，并逐一实现它们。从简单的目标开始，逐步克服挑战。
想象自己在实现目标后的成长。我们并不是要立即跨越高的障碍，而是要一点点的跨越小的障碍。不觉得有多难吧？比如，如果您希望1年瘦3公斤，那就每天减少大约几十克的体重，通过不断的积累，您就能实现目标。如果早上体重有所增加，您可以在当天调整饮食，达到平衡。最重要的是持续性。首先设定一个您绝对可以实现的目标，并持续完成它，这样您会建立起自信。随着自信的增加，您将能够设定更多的目标，并一一实现。当目标太过高远时，拆分目标，设定一些短期目标，一步一步实现即可。说到人生的目标，我们总是难以避免与金钱挂钩。为了努力实现目标，或者只是为了生活，我们都需要金钱。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金钱这个话题。人们常常避开谈论金钱，然而避免谈论金钱只会让我们专注于生活的意义和成就，最终可能陷入被剥削的境地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金钱的问题。在日本，金钱话题曾经是禁忌。那么，为什么金钱话题成为禁忌呢？这因为金钱是每个人都有的衡量标准。金钱的讨论总是带有某种生动而直接的形象。例如，我们会比较他人的年收入，然后猜测他们的生活水平，这样的比较容易引发嫉妒，并暴露每个人之间的差异。因此，金钱话题成了禁忌。但是不管如何，如果不认真学习金钱的知识，我们的人生肯定会吃亏。我们无法离开金钱生存。想要赚更多的钱时，却不知道该如何做。很多人常常不知从何开始，甚至连如何增加收入都搞不清楚。而有些人根本在更根本的问题上就已经卡住了。这与今天所讲的内容息息相关。如果您总是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，按照他人的评价标准来生活，那么您的人生将变得十分痛苦。然而，我们并不需要被那些无法控制的因素所牵绊。您应该按照您自己的标准去生活，这样您会减少不必要的社交，参加那些紧急性低、需要应酬的聚会的次数也会减少。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没有任何好处。总而言之，放弃并不是一种失败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